做了3个月的 YouTube，然后吸纳了接近1500个粉丝，能挣多少钱呢？大家好啊，我是阿强。我们是今年的6月底，我跟陆克呢，结婚2周年。然后我们说，哎呀，我们要庆祝一下我们结婚2周年，我们要做一点什么事儿，能够有一点值得记录的啊。那好吧，那我们就做一个用他的名字跟我的名字陆克强来起名字的一个新的频道。所以呢，我们第一次的这个视频呢是在湖南的张家界，当时我们在那边旅行嘛，就拍了第一条的这个小的短片哈。还不错啊。当时订阅的话，很快就超过了100个朋友来订阅我们的频道哈。毕竟我们也做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频道了嘛，还是有一些经验。那开始做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大概花了50天的时间，就有1000个朋友来订阅了我们的频道啊。在 YouTube 创业的朋友都知道，在 YouTube 上面，如果有1000个订阅的话呢，你就可以开始放广告了哈。如果你的某一个内容爆起来了，火爆了，或者有一个内容有很多的流量的话呢，那就已经能够给你带来收益了。我们大概还算顺利吧，刚才讲说50天就有1000个朋友来订阅了我们的频道。但是之后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定位不是特别清晰，有点摇摆，所以做起来还是很辛苦啊。之后的1个月呢，我们有点像就是抛荒了哈，这个频道又放那边，没有太去做维护了。所以到9月底，我们这个频道呢刚好做了90天啊，做3个月。那3个月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的频道到底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尤其是我们的收益情况怎么样呢？我现在来给大家揭秘一下啊，我们来可以一起看一看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频道的后台啊，我来给大家看一下，90天里面呢，我们有超过6万左右的用户呢看了我们的频道，大概有9500个小时的这个用户时长哈，订阅的用户呢超过了1400多人，目前1400多人订阅了我们的用户。那收入啊，很多朋友可能非常非常关心收入的情况。收入的情况就是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过去的90天里面有$87的收益。$87的收益，大家知道这个因为现在陆克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做后期的剪辑嘛，我们整体来讲上传了28个视频，所以其实呢，整个的收益换成人民币的话，不到600块钱啊。如果你要按照这个来算的话呢，肯定是亏本的，是吧？你需要一个人力来做2-3个月的话，你随便也要2-3万块钱的人力成本了啊。按照非常廉价的这个来算的话，所以呢，你如果要做 YouTube 频道的话，你要做好准备哦，不是每一个频道都能够一飞冲天，然后实际上是有很多时候你要试错的啊，这个试错的成本很高啊。我们呢就$87到目前为止。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在 YouTube 上做的话呢，你在做到1000粉以后的话呢，你就可以上广告嘛。那上广告的话呢，你首先需要一个 Google AdSense 的这个账号啊，当然你就可以去注册。注册完了以后的话呢，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它 YouTube 会发一个验证啊，那验证通过了以后的话呢，你就可以收款了哈。当然你也可以用国内的银行来弄哈。但是因为 Luke 我们俩因为之前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所以其实我们在之前就已经注册了 Google AdSense 的账号，所以付款呢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在这个部分。那如果是中国大陆的创作者的话呢，需要可能花一些时间来注册，也包括去验证你的这个账号啊。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后台吧。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过去的48小时，因为我们没有怎么更新了嘛，所以只有800多个流量进来。那我们来看看后边的其他的一些高级，我们进入到高级模式来看一看后面的一些数据哈。我们的频道里面的用户啊，其实您可以看到这个来源里面您可以看到，比如说香港目前是我们频道的差不多10%的用户吧，来自于香港，还有新加坡的差不多1/20是来自新加坡的。另外呢，就是马来西亚的朋友占3.4%当然这是城市哈，它可能马来西亚的朋友其实是排在我们的前4位的啊。还有纽约的、洛杉矶的，也都是我们用户的内容里面来源比较多的。深圳当然也是了还有悉尼澳门这些呢是我们的频道里面用户的来源比较多的地方哈。那收入来源的话，虽然钱很少还值得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一个是观看页面的广告，就是当我们的用户看我们频道内容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页面广告，有时候你看到一半的时候，或者看到中间的时候也会有。那这个呢占了75%另外呢还有一个超级感谢超级感谢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位朋友
给了$25的超级感谢，那扣掉 YouTube 的一些扣完了之后呢，到我们手上应该是有17.5块啊。另外呢，还有 YouTube 的这个会员，因为有的人会买 YouTube 会员，他会跳过你的广告，那 YouTube 呢会根据这个呢来计算一定的比例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大概有5%左右的4点几美金呢是来自 YouTube 的会员广告。因为我们的新频道的话呢，我们就上了几个字幕啊，比如说有简体字幕，也有繁体字幕，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上了英文的字幕啊，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哈。你们大家都知道，你要做一个创作者的话，这个字幕的时间其实是非常耗人的哈，要一个一个去检查。尽管现在呢，人工智能可以帮你去翻译，对吧？那目前为止，我们的频道里面的话呢，使用中文繁体字幕的用户呢，占到了43.6%，差不多一半嘛，小一半了。那么没有字幕的是20.7%哈。使用中文简体字幕呢，占到了18.5%。同时的话呢，我们用英文字幕的几样加在一起的话呢，接近17%。哎，这个是我很开心的啊，就是我们的频道里面使用英文字幕的用户这个接近17%，那让我们的频道的能够触达的用户呢更多元了一些。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日语的用户0.1是吧？还有法语的用户也有0.1，后面还有泰语的、韩语的、西班牙语的、马来语的、葡萄牙语的、俄语的都有哦。所以这个呢，看上去就是说，虽然数量不是特别多哈，也让我们内心里面有一种开心，就是说哇，原来我们的视频的用户已经触达了世界各地是吧？不同的语言都有这个是我们的用户使用的这个语言。来，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另外一个收入的情况里面，你可以看到，所以刚才我也特别讲就是我想把这个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是在8月份的时候有$52 ，9月份的时候有$30左右在过去的28天里面，就是我们已经可以上 Google AdSense 的这个广告之后，平均每1000次的展示收入叫 RPM， 这个是在这个 YouTube 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你看我们平均每1000次的点击呢，大概有$1.64的收入，那这个收入就非常低了。我刚才也讲说，有一些 YouTube 博主他们的这个收入会达到$9、$10。那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不足别人的1/5或者1/6，是吧？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做这种内容的话呢，整体的这个回报率实际上是比较低的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朋友的话，他们会达到$9和$10您可以看到我没有撒谎这个数据 RPM 只有$1.64，那所以其实是比较低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最近没有怎么更新嘛，这过去的1个月里面几乎没有更新我们这个频道，所以呢，订阅的人数呢也下降的比较快只新增了162个用户所以实际上是比较增粉是比较慢的所以呢，我后面我想讲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要做 YouTube 的话呢，你要做一个创作者的话呢，第一很不容易这个你有很多可能要走很多这个弯路像我们这样呢，来去试错是吧？所以其实呢是一个要花时间，同时的话呢，你也不知道哪一条路很适合你，所以你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当然了，这个调整的话，你也知道，在 YouTube 现在是 No.1 的那个 MrBeast， 对吧 ？MrBeast 当时也是花了，我看他写的东西说他花了5年时间在家里面研究，也是刚开始也一直做不火，但是现在他成了 YouTube 上面 No.1 的超过3点几亿的用户最后也成功了。还有那个咱们华语里面老高和小莫现在是这个像天花板一样，对吧？他们的收入也好，关注量也好，我看他有600多万粉丝他也说之前的话呢，做了好几个号都没做火，做了好几年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也是不停的安慰自己说，强哥坚持坚持说不定你哪一天就像这个老高跟小莫一样，他们就做出来了，对吧？或者是像 MrBeast 一样，当然 MrBeast 他已经是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娱乐的公司了我想表达的就是说，你要做这个 YouTube 的话呢还是不容易的你要去学剪辑，然后你要做内容的策划，然后呢，即使你花了很多的努力你觉得说我这个视频必火我每次跟陆克说，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发完以后，肯定明天火了总是安慰自己，最后你明天早上起来看以后，妈呀，怎么没有人点击根本没有人看都是我们自己鼓励和自己安慰自己的一个套路每一次你都告诉自己说，咱们不用担心，明天这个视频发完以后肯定火了你靠着这份自我的激励往前走但同时呢也需要试错那也期待我们的这个分享能够让你看到说，哎呀，原来做一个 YouTube 博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当然因为我们开心，对吧？因为认识很多的朋友
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在做这个内容创作的过程里面的话呢，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觉得自己还是保持这个乐观哈，希望未来呢我们能够把这个定位搞清楚，然后呢我们的频道呢能够越做越好。拜拜。